我虽为妖，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，跟唐州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凌霄派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，难道你们修的是弑杀之道吗？你的妖力的确不俗，难怪敢在我凌霄派大放厥词。不过，到此为止。修士之道，修的是纯阳澄净，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有如此重的邪术？凡间失踪的小妖，是不是皆被你所抓？堂堂凌霄派的掌门，竟私练邪术，你与你口中的恶妖有何区别？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众弟子听令，诛妖！是谁放他出来的？掌门，此事与严丹无关，请不要伤他。唐州，你可还记得我凌霄派的立派之旨？当今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。你自幼修行，从来行事稳重，恪尽职守，乃全派弟子之楷模。而你正是受他所惑，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将一只妖带在身边，甚至为了他诓骗师门。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唐江是如何死的吗？他正是相信了妖，那狐妖利用他盗取秘法后，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。掌门，人分善恶，妖亦如此。严丹他本性并不坏，不要替他开脱。他利用你，祸害师门，私纵降妖堂小妖，与那狐妖有何区别？难道至亲之人以命换来的教训都不能够警醒你吗？今日此妖必斩！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亲手杀了他，先秦之事既往不咎，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。若你执迷不悟，不思悔过，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。自己选吧。既不开口，便为应许。我来。果然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州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而我，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、抛下的。这一次，应渊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掌门了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满墙。为你，寂寞的堂堂，我可以不做神仙。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3界万年，
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情让你心动过？想要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茅屋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许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，一见不欢，日后亦是永绝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杭州，你一错再错，难道要欺师灭祖吗？我是师父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幼长在凌霄派，未有一日敢忘师门之恩。今日情非得已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还请掌门念在往日情谊，让我带严胆离开。修为乃万术之本，你为了他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吗？唐周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担心，只是今后我没法再欺负你了。逆徒，真是逆徒！当年唐江真是白捡了你，我也白看住了你这么多年。一身修为，师门所授，已尽数散去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。你可以走，但我可没答应你带他走。我凌霄派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我带你走。
你们是我的同门，即便我修为还在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出手。想杀我的，尽管过来。但是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走他。住手！我们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之中谁未曾受过唐周师兄的照顾？唐周师兄对我们而言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他死吗？云墨，人我先带走了，贵派行事不正，他日定再来拜会。伤势已无大碍了。你仙衣都快溢出来了，为何不早说？为了救我，连修为都不要了。如今修为尽失，身体如此虚弱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有负担。我之前送你的花瓣，你赶紧服下吧，那个可以止痛。怎么了？还是那花瓣，你之前已经用过了。那花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还要演苦肉计，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谢了。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。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于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，是何意？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！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失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叔。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，丹叔如今还在其中。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
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，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，一定放心不下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10几年来未曾更换过。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，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蜀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夜阑山的靠山，靠得还挺熟练嘛。丹蜀，我们走。丹蜀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逆途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看在你主动带回2只炼丹的好材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乃是邪术，但也是修仙炼道的最快法门，不是吗？妖在人间，为非作歹，本就该死。若是能助我增长功力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妖元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成为凌霄派飞升天界的第1人。原来凌霄派上下都只是你收集妖元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都昭告天下？到底是师徒啊！这句话唐江也说过。不过很快，你就会和他一样，再也无法开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师父发现了你的恶行，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嫁祸给了妖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当初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也算是天助我也，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我最得意的作品。你越是憎恨妖，便越能为我出力。说起来，这些年来，多亏了你。唐江对妖最是心慈手软，要是看到你这些年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定会是失望懊悔吧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飞升？别做梦了！当你踏上9重天的第一步，便会被送上天刑台，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治你的罪。3界之内，江州为尊，区区小妖也敢妄议天界。强者，你又对天界有多少了解呢？就凭你的法门，
也不会有机会了解了。你现在主动承认，绝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吧？聪明至此，都让我有些不忍心杀你了。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这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，快！唐昭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炼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炼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昭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
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治佛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苍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红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家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周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十年辛苦毁于一旦，唐周，我要杀了你！奇怪，这门被拴着，人却没了，这么神奇啊！给我拿个蜡烛。蜡烛。屏住呼吸啊。啊。走。密室啊！密室中的密室，这么神奇。
能行吗，老五？别说话，给我点时间。嚯，可以呀，李老五。切，去吧。走走走走。深夜击鼓是何人鸣冤？小女子白莹月，并无冤屈。那为何击鼓？民女白莹月犯下滔天大罪，特此前来请罪，望包大人责罚。何罪之有？我杀了那个狗官张瑶左。是何缘由？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何时作案？亥时3刻。谁呀？这谁啊？张瑶左。这就是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。人确实是我杀的，火也是我放的，望包大人责罚。张护卫，现场有无证据可以证明白小姐的供述？回大人，属下的确在现场发现了符合白小姐供认的事实。民女白莹玉，你说的可句句属实？本府再问你一次，你说的话可句句属实？父亲从小最疼爱我，母亲去世之后，更是对我保护有加。父女一场，我怎能对他的死坐视不理？小女子白莹玉所说，句句属实。民女白莹玉杀害朝廷要员，证据确凿。包大人，法不容情，将白莹玉押回大牢，择日再判。李唐，谢包大人。
白小姐，漂亮的志愿，放飞了思念。哥，事情结束，该回蜀中了。啊，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管白小姐了吗？大名鼎鼎的开封府都已经定了罪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帮他脱罪呢？可是你不觉得那些线索很奇怪吗？这里一定有疑点的呀！帮我把这个交给他。这刀是带不进大牢的，这……白小姐，你撒谎！莫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一个弱女子，又不会武功，怎么可能顺利进入张府杀了张瑶左？莫姑娘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人是我杀的，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夜深了，你们快回去吧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父报仇。这个理由确实无懈可击。你知不知道这？走吧。王爷的意思是，不仅发现了飞凤楼的密室，还看到了异国奇装异术的人在里头搞什么勾当。没错。所以明天我准备再去一趟飞凤楼，好好的一探究竟。王爷为我开封府如此操劳，保证感激不尽。哎，包大人千万不要说这种话。本来啊，皇兄也是想彻查张瑶左背后的贪谋案的。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本府一定和皇上一起，将幕后之人连根拔起。有劳了，李雪。走了。走了。哟，多谢李许兄弟相助。哎呀，想多了，包大人，我是为了我妹。再说了，那个密室除了我，谁能打得开啊？哼。走了。哎呀，王爷，我突然间有点饿了。哎，你请我吃个夜宵吧。早给你安排好了，好好吃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可以呀。展大人，小七若是继续留在开封府，只会让他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你敢保证一直护他周全吗？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欲，把他留在身边。
连生麻汤都没喝，要是拔了剑的话，我会疼死的。封城令已经解除了，刚才听莫言姑娘的师兄说，明天一早就要带她走。舍得吗？舍不得。但你又不想让自己的一己私欲，去影响莫姑娘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展慧，这所谓的画地为牢，就像你我现在坐在这儿，抬头看天空，只能看见四方的天空。像立法规矩，至于你，大牢。至于现在的白姑娘，至于莫姑娘，或许是开封，或许是蜀中。展慧，如果这牢里的人不想出来，那么放过牢外的人，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就送我了。今晚好好想一想。展大哥，你要出去啊？我要去求我二哥，我要留下来查案，我一定能查出这个案子的漏洞的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你放心走吧，案子的事儿我自己会查清楚。可这案子是我负责的，当然要我查呀。包大人会再派人手给我。展大哥，在你心里，我是和开封府的其他人一样，只是人手吗？总之，案子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是在赶我走吗？小七，你不适合宫门。你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1个月为期，干得好才能留下。我难道干得不好吗？你干得很好，也很聪明，只是宫门规矩约束不了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开封府不适合你。也好，我之前来开封府也就是为了我五哥的案子，我根本没想要当捕快。现在走了也好，我就不用巡街，不用抄牙龟，不用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等回到了蜀中，自由自在的，我还挺喜欢的。不过展大人，你要是之后想我了的话，你记得来蜀中找我玩啊。我到时候带你吃好吃的，带你出去玩。我想休息了。多谢包大人，以及诸位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先行告辞。你们两个都走快点。哎，二哥，哎，二哥，多谢各位大人的照顾，小七铭记在心。
你虽为江湖女子，但能为开封府效力，也是我们之幸。希望以后你能守住这一片冰心。莫姑娘，药瓶你收好了，吃完了雇快马来找我取。多谢公孙大人。莫姑娘，这是我给你做的，里面有羊荷包、干蒲还有糊饼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这孩子身子弱，可别把自己饿着。多谢薇薇姐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一哭我也想哭了。不哭，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展大哥怎么还没来呢？啊，是啊，他最近手头案子多，兴许昨天又熬夜了。哎，行了，谢谢各位大人，之前的照顾，欢迎你们到时候去蜀中玩去，到时候让我妹请你们吃饭啊。妹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上路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江湖路远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走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哥，怎么了？这把刀我没机会给白小姐，不然先还给你吧。不用还给我，想怎么处置，随你吧。小七，小七，啊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给你买包子呀。这么大老远的，你跑这儿来买包子啊？这儿我知道，你那是舍不得我。对，舍不得嘛，这就是来送你们的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走了。哦，快去！好，谢谢你的包子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没事，我跟你走走吧。你这包子还有没有啊？给我一个呀！没了，想买自己买去。别呀！来，给你喝。来，多吃点啊！谢谢嫂夫人。今天这个饭啊，与往日不同。尝尝。不错，嫂子，今儿这汤可真香啊！我这汤里呀加了白芷和杏仁儿，怎么样？一点膻味吃不出来吧？嫂子手艺真好，可真好吃。是啊，你说好吃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是不是好吃？好吃。你们呀就知道说好吃，哪懂得其中的功夫啊？那丫头要是没走的话，说不定她能吃出来。王爷，小二，你可太沉了。客官要住房啊？几间房？4间。6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这没有你的房间。你回去吧，我歇一晚上再回去不行吗？五哥，你跟二哥睡一个房间呗。他睡觉太吵，我想好好休息。是啊，我累成这样，我打呼噜。你们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？4间上房。哎，得嘞。你怎么知道他要回去？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要一个人住1间房呀？啊？
更何况他平常带在身上的竹中剑都没拿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哦，哎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哎，我就说少点什么嘛。哎，他不是说没有办法替白姑娘脱罪吗？谁说他这次回去就是为了这个呀？那，他是要去开封府劫狱啊？其实啊，他早就计划好了。等，他要劫狱？哦，那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啊？我二哥想做的事儿，谁拦得住呀？不是，他既然早就计划好了回去，干嘛还多此一举把竹中剑留在那儿啊？一是如果被我们发现的话，可以找个理由；二是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，可以找个说辞。哎呀，二哥呀，真是用心良苦。哎，我累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啊！你们接着玩。啊，睡吧睡吧，早点睡啊！我也睡。不是，呀。把蜡烛吹了。吹蜡烛干嘛？叫你吹你就吹。他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开封府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他们早上一出发就做好了晚上溜回去的准备，哼，还跟我演戏。那丫头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当然是为了展昭啦。为展昭？那我呢？啊，李老五，你不能拿钱不办事儿啊！你把钱还给我！你说过你支持我的，钱还给我！这是，不是？那你自己能不能长点心呢？你啊，我不管，反正我跟丫头要是不成的话，我天天黏着你。哎，还去不去调查飞凤楼了？当然，咱们俩可商量好了。走。萧兄，你的剑。萧兄这么晚过来，不会是为了拿剑的吧？我只是来做我该做的事。劫狱的后果很严重，白小姐供认不讳，此事已成定局。萧兄还是请回吧。若非要如此，那就对不住了。按照大宋律法，萧兄你这么做会被通缉，这属自己的事。你可以带走白小姐，我也随时可以把你们抓回来。
但是你忍心带着白小姐跟他一起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吗？萧兄，你为他考虑过吗？萧晨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白英玉，你可知萧晨已经承认他才是杀害张瑶左的凶手？不是的，人是我杀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莫姑娘，你已经辞官了，我不能让你进去。别让我们难做。二哥，你真的确定你要这么做吗？是。让他进来。白莹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是张瑶左那双没有烧焦的双脚。那日我们重现天谴之谜的时候，都知道，尸体要烧成这副模样，必须身体有足够的酒气，还要穿着衣物。张瑶左虽穿着衣物，但他没有穿鞋。白莹玉招认，当晚他杀张瑶左的时候，张瑶左正准备去睡觉。他在说谎。我没有，人确实是我杀的。你说你在杀张瑶左的时候，他穿着亵衣，可是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金丝。那又如何？张瑶左是个奢华至极的人，外衣之中都勾有金线，来凸显他的显贵，说明他穿的不是亵衣，而是华丽的外衣。白小姐，你确实在说谎。我没有，是我记错了。那好。还有，那日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，发现门框上有鞋印，下面有一双鞋，这很明显就是张瑶左故意丢过去的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在害怕什么吗？他怕走路的声响被我听到。为了掩盖证据，才做了这一切。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已经替我报仇了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替你做一些事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替你去死？愿我入星，君入月，夜夜流光，相交接。白小姐，在跟我二哥告别之前，其实已经做好了认罪的准备。我们都错了，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对我哥的心意。你不该回来。不回来，我会后悔。郭姑娘，你先退下。白莹玉、张瑶左一案，你破坏作案现场，混淆视听，隐瞒案情，你可认罪？民女白莹玉自知罪不可恕，望包大人判决。罪民萧晨谋杀朝廷大员，无视律法节狱，你可认罪伏法？包大人，你可认罪伏法？我认。罪民萧晨，按律法当日问斩。包大人，我二哥虽然杀了人，但他杀的是草菅人命的恶人，还望包大人开恩。就算张瑶左犯下滔天大罪，也应该由大宋的律例来惩治。况且皇上已经赦免了张瑶左的罪，如今他杀了朝廷大员，我岂能容他？包大人，大人，您常说情法兼施，但玩忽法纪、贪赃枉法之人之多，难道没有证据就能放任其肆意而行吗？萧晨的确杀了人，但情有可原，罪不当诛。还望包大人可以情法兼施。张护卫，你如今证据确凿，我不可能从轻发落，你们不用再来求情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人！皇上查明之前认罪之人是收了张瑶左的银两，现在人已经自缢而死。死了？皇上下旨削去张瑶左官职，赐以死罪，并希望萧晨能从轻发落。哥。